好，大家好，欢迎来到维森数码生活，我是哈利同学。因为墨尔本一直在封城，所以我们自从拿到了 R5 和 R6，也都没有太多的机会在实战中去考验它们。并且呢，因为关于 R5 的各种细节的评测，其实国内和国外的很多 UP 主都已经做过了，也做得非常详尽。所以这一期关于 R5 我们维森的深度评测呢，我们尝试想说用另一个角度去讨论，同时也是很多朋友一直在问我们的一个点，那就是对于佳能的机器来说，就现在只仅限于佳能的机器啊，我们不说什么包括尼康、索尼很多别的机器，就只是佳能来说，对于佳能的机器无反系统相比较单反系统，它到底有哪些缺点呢？我们工作室为什么会这么义无反顾的卖掉所有的单反，现在换成了 USR 的系统？现在我们4台机器都有了，我们来聊一聊它们的区别。那对于大部分摄影师来说，是否值得抛弃掉单反的系统，全部来换成无反系统呢？我们今天决定把最新的旗舰无反 R5 和终端的无反 R6 对比前代的单反的旗舰 EDX2 和与 R5 同级别的前代单反 5D4 来做一个横向的对比。这个就是 R6， 然后 5D4 还有 EDX2。R5 正在录像，所以就没办法看到了。因为我们已经决定了要换到 USR 的系统，所以 EDX3 出来我们就没有更新机器了，所以今天我们只能用 EDX2， 也就是 EDX2代。所以这并不能代表 ED 系列的最高水准，但是也是可以有一个大概的比较。我们在第一期也提到了，我们在R5 发布了以后，就立刻把工作室的2台5D4全部卖掉了，因为一些原因，我们可以去看一下第一期。我们当时只是想先挂着嘛，慢慢卖，然后没想到卖得太快了，所以导致我们现在没有一台5D4可以用。然后后来我们问澳洲的佳能官方可不可以借我们一台5D4，然后他们就借给我们了。所以在这边郑重的感谢一下澳洲的官方佳能。首先说一下，我们会尽可能的用最客观、最精确的方法去对比这4台机器。那如果我们要是犯了什么纰漏，或者有什么重大的错误，请大家帮我们指出来，帮我们一起进步。好，感谢大家。虽然没有办法在实战中对比，但是我们也尽可能的去考虑到平时摄影师们会遇到的各种场景。首先就是说外观和手感，无反相机一直被叫做微单，佳能管它叫做专微。这个微字也就说明了无反的体积相比较传统的单反肯定是要更小和更轻的。我个人的话，其实我的手腕是有伤的，所以说遇到长时间的拍摄，比如说婚礼啊，或者是那种大型的会议，一整天的会议，或者说别的一些东西，一旦要挂上比如说70-200之类的特别重的镜头，再加上闪光灯啊干嘛的，然后你也不可能就一台机器，主机一台，副机一台，一天下来的话，身体负荷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如果相机本身的重量和体积可以有所下降，我相信对所有的从业人员都是喜闻乐见的。然而目前佳能的无反系统现在有个最大的问题是 ，RF 系列的镜头牛头都普遍的特别的重。像50啊，像85了，都其实比 EF 系列的要重一些，特别是像2870 F2 这种像健身器材一样的镜头，再加上机身的重量它变轻了，所以说就会导致重心向镜头那边前端靠拢。如果你要是用转接环转接 EF 卡口的话，整体的结构就会变得非常长，那么重心也会往前端去移，所以总体的握感其实是有所下降。但我比较惊喜的是 RF 口新出的70-200 F2.8，不管是体积还是重量，相比较EF 卡口的版本都大幅的下降，而且搭配 R6 的那只非恒定光圈的24105的套头，体积也是非常的小的。虽然画质稍微逊色一点，但是带来的便携性真的是非常的棒。那以后我相信，无论是镜头、相机还是机顶的闪光灯，各种配件体积应该都会逐渐向无反相机的轻量化去靠拢。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画质和宽容度。作为摄影的从业人员，相机的宽容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因素。你拍摄风光或者静物的话，建筑啊之类的，你还可以通过 HDR 来拓展你的宽容度。可是对于比如说室外的人像啦、婚纱啊、婚礼啊以及活动之类的，你大部分的时候你只有一次曝光的机会，那么宽容度也就决定了当你正确曝光人物时，背景的天空是一片死白还是细节满满。也决定了当光线变化无常的时候，如果你要是不小心欠曝了或者过曝了一点，你可以通过后期补救的可能性是多少？R5的这块最新的 CMOS 参数还是非常棒的，但是作为无反的旗舰的 R5和其他的相机相比，有没有很大的优势呢？我们还是要来逐一的对比一下。
好，我们4台相机用的都是 EF2470 f2.8，在室内的可控的固定亮度的恒定光源下，使用同样的拍摄的参数。我们来对着一个柔光箱拍一下，在同样的 ISO 100光圈 f2.8 快门1%的时候，图片中最亮的部分其实都是过曝的，就整个这个柔光箱其实全部都过曝了。然后我们后期在 Lightroom 里面把 RAW 文件的曝光拉低，我们看一看高光的回复程度，可以看到 R6 的高光部分回复的是最多的 ，R5 稍微差了一点点。5D4 算是排在第3，还是相比较 EDX2 还是要好一些的。EDX2 这次是排在倒数第一，但是也不奇怪，因为毕竟传感器都是上一代的了嘛。5D4 虽然是比 ED 要好一点，但是可以看到和 R5、R6 的差距还是有的。这是过曝的情况。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在极度欠曝的情况下，我们尝试把曝光拉亮，看一看这4台相机的成像表现。我们看中心的区域，可以看到整体来看，其实这4台从5D4 之后的机型，其实对于欠曝这种极度的欠曝下细节的保留做的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EDX 的话可以看出明显的杂色，但是背景的颜色已经和字母互相开始融合了。5D4 和 R6 相比整体差不太多，我们需要注意到的就是 R6 的画面对比度是更高的，字和背景的反差会大一些，会有一种更锐的感觉。表现最好的还是 R5， 整体的画面非常干净，杂色也非常少。我们看一下阴影的区域的对比。EDX2 暗部已经出现了就这种完全没法补救的紫色块，让我想到了像我之前拍5D3的时候暗部那种特别难回复的那种情况。R6 和5D4 还是不相上下，但是由于 R6 的对比度其实更高一些，暗部也是稍微有点结块。R5 的暗部非常的纯净，层次也是非常分明，暗部的成像的话 R5 是表现的最好的。那这一部分暗部的宽容度回复能力上来说，最好是 R5， 然后是 R6， 5D4 稍微差一点，排在最后的是 EDX2。好，宽容度方面可以说2台无反确实代表了目前佳能相机的最高水平。R5 的暗部表现非常的优秀， R6 的高光保留的能力稍微多了一些。那 5D4 作为上一代的经典，还是挺能扛能打的，和 R6 比较接近，但是我们可以发现 EDX2 已经有点追赶不上了。好，刚才是过曝和欠曝的情况，那我们看一下，当光线充足的时候，画质和解析力方面，我们把4台相机设置到尽量就是能够发挥机器本身最佳画质的设置，比如说 ISO 100，F8，我们看一下4台相机最高的解析力的对比，可以看到像素最高的 R5 解析力非常的不错，5D4 因为像素的优势，比 R6 和 EDX2 都要稍微的好一些。R6 和 EDX2 非常的接近，但是 R6 的对比度比 EDX2 要更好，更清晰一些。我们主要可以看这个放置的质子还是非常明显的，但这部分的差距其实更多的是像素带来的差距。实际使用情况下，在光线充足的时候 ，ISO 较低的时候，4台相机的解析力不会有特别大的区别。大家也都知道 ，ISO 值如果太高会对画面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但是有时候在光线特别暗的情况下，我们是不得已要把 ISO 给调高起来。那我们来看一下这4台相机在特别高的 ISO 的情况下，它们的成像表现如何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张照片拍的时候 ，ISO 已经达到了25000。其实我们本来想用5万的 ISO， 但是因为5D4 的最高 ISO 只到2万，所以我们就迁就一下5D4，把所有的 ISO 全部调到25600。我们可以看到 R6 的画面是最纯净的，紧接着是 EDX2， 然后5D4 稍微差一点，纯净度的比拼 R5 其实是最差的，但这也比较能够理解，因为毕竟 R5 的像素是最高的，所以如果我们把 R5 的照片缩小成 R6 一个尺寸，那纯净度应该是差不太多。到这里的话，这4台相机的画质和宽容度，相信大家也就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经常有朋友问一个问题，就是开启佳能的 C RAW 会不会损失画质和宽容度呢？那我们今天就用25用2种不同的 RAW 格式来给大家做一些对比，对比一下在极度过曝和极度欠曝的情况下的一些测试。在做这个测试的时候，我们尽可能保持严谨，
对焦点确保在同一位置，同时也用了脚架，用了无线快门，也调整 C-RAW 的时候，我们尽可能不对相机产生任何的位移和震动。所以说，除了 C-RAW 的开启和关闭，其他所有的文件的设置全部都是一样的。我们之前也尝试过对比 C-RAW 和不开 C-RAW 的区别，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所以我们这次想用一些更极端的设置，我们这次用的是 ISO 100，光圈开到了22。拍摄的时候画面是全黑的，后期我们用 Lightroom 把曝光给拉亮，我们可以发现 C-RAW 和 RAW 在暗部的回复情况其实区别还是蛮大的。C-RAW 在放大之后，小小的字已经糊成了一块，几乎无法辨认了，但是没有压缩的全 RAW 还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英文字母还是比较清晰的，这是欠曝的时候。那我们来看一下过曝的时候，高光的回复部分是什么样子。开大光圈，降低快门速度，我们拍摄的是过曝的画面，然后回到 Lightroom 里面压暗曝光。C-RAW 和 RAW 在高光的保留上，其实我们反复看了很多次，实在是找不出什么区别，这点还是挺意外的。那由这次实验可以简单的看出，开不开 C-RAW 的区别，其实只是在非常极端欠曝的情况下，对于暗部才会有一些区别。那在各位拍摄夜景或者特别大光比的风景的时候，当你需要回复很多暗部的细节的时候，可以有选择性的关掉 C-RAW 来获取更多的暗部的细节。但是平时绝大部分的时候，拍摄婚礼、拍摄婚纱、拍摄活动，我觉得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开启 C-RAW， 你可以省掉很多储存的空间。那因为这次的内容非常多，所以我们分成了上下集。这期我们就先到这里，下一期我们会和大家讨论一下4台相机在防抖、对焦和追焦的性能上的一些区别，以及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如果大家喜欢这期内容的话，希望可以帮我们转发，并且3连支持一下我们，这是我们做内容的最大动力。哦，对了，别忘了订阅我们，并且打开小铃铛，更新的时候就会有通知。我们下期见。